梁寬和尚的俗名叫山本榮藏，1758年的時候出生在日本越後國的一個叫出雲崎的村莊。雖然這裡是個村子，卻是當時一個非常重要的港口，每天都有無數南來北往的達官貴人、武士和商旅在這裡停留，所以這個村子非常的繁華，也是個充滿了財富、權力和慾望的地方。梁寬就出生在出雲崎的一個富裕的家庭裡，他的父親不僅是村子裡的最高管理者，同時還兼任着神職，這樣的雙重身份就讓他的家族在當地擁有着非常高的地位和大量的財富。而梁寬作為家裡的長子，從小接受的就是精英教育，這就意味着他是整個家族未來的繼承人。所以從他剛出生的那一刻起，他的人生軌跡就已經被規劃好了，那就是長大後要掌管家族，接替父親的職位，去和商人官員們打交道。但是面對眼前這些觸手可及的權力和財富，梁寬卻毫不在意，反而是在很小的時候就有了當和尚的想法。於是在他17歲的那年，就做了個改變一生的決定，他放棄了作為長子的繼承權，走進了附近的光照寺，正式的成為了一名和尚，修行曹洞宗。这个曹洞宗不像其他宗派那樣喜歡研究公案辯論高深的佛法，而是推崇默照禪，就是放下一切目的和執念，只是以靜坐的方式來修行。幾年之後，22歲的梁寬在光照寺遇到了一位名叫國仙的禪宗大師。梁寬在聽了國仙大師的教誨之後就極為震撼，然後他鼓起勇氣的去拜師。國仙大師呢，看着誠懇的梁寬也欣然接受。於是沒過多久，梁寬就收拾好了行李，跟着國仙大師一路向南來到了圓通寺。但是等待他的將是極其艱苦的修行。他每天凌晨3點就要起床，然後在大殿裡念經，念經結束的鐘聲敲響後也不能休息，而是要去廚房幫忙生火做飯，還要去打掃寺院的衛生，幹着雜役的工作。曾經那個穿衣吃飯都有人伺候的富家少爺，現在卻要親手來做這些髒活累活。而國仙大師為了徹底去掉他身上殘存的那種富家子弟的傲氣，還讓他放下自尊，走上街頭去化緣。面對這些艱苦的修行呢，梁寬也沒有任何抱怨，他就端着木碗日復一日地走在街道上。這一走就是整整的12年，他把一生中最寶貴的時光都留在了圓通寺裡。他也不再是那個出雲崎的大少爺了，而是成為了一名標準的禪宗僧人。他對佛法毫無保留的虔誠，最終打動了國仙大師。國仙大師就把印可狀交給了他，這就意味着梁寬已經得到了師父的認可，也確立了他在曹洞宗的宗門傳承地位。國仙大師呢，在賜印可狀的時候還附贈了一首詩，其中第一句是這樣說的：梁也如魚道轉寬，意思就是梁寬呀，你表面上看起來像個笨蛋，但你內心的修行之道卻比誰都要寬廣。從此梁寬大魚這個名字就伴隨着他的一生，所以他名字的意思就是心胸寬廣、慷慨卻又愚笨的人。這裡的愚笨可不是說智力低下，而更像是一種看透世俗之後的質樸。可是就在梁寬拿到印可狀的第2年，他的師父國仙大師圓寂了。師父離世後，他也開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修行之路。他反覆地讀日本禪宗高僧道元禪師的《永平廣錄》，然後他就意識到被高牆圍起來的有着嚴格等級制度的修行方式就是在浪費時間，而修行的人呢，也沒有必要去刻意尋找開悟，因為開悟的智慧就在每個人的心裡。那既然佛法就在心中，為什麼還要被困在寺廟裡呢？於是就在所有人都認為他會接替國仙大師接管寺廟的時候，已經34歲的梁寬卻選擇了一條無法讓人理解的道路。他不僅沒有接受任何寺廟的任命，反而是離開了生活了10幾年的圓通寺，開始了一場更加艱苦的雲遊之旅。這一走就是整整的5年。這5年裡，他完全的融入到社會的最底層，以乞討的方式來維持基本的生存。因為他明白，只有和這些最貧困的人在一起，只有體會過飢餓、冷漠和絕望，才能理解人間疾苦。在他後來寫的一首詩裡，也描述了這段時期的生活，大概的意思就是：自從離開了寺廟，我就變成了一個飽受摧殘的大魚。
我身上穿的衣服全都是碎布條拼湊起來的，我的食物也都是在路邊向人乞討來的殘羹剩飯，想要活下去簡直就是一场磨難。为了能夠找到御寒的衣服和食物，我不得不邁着沉重的雙腿，從一個小鎮艱難地走到另外的小鎮去。我沒有穩定的住處，也沒有收入，但是我並不覺得接受別人的施捨是可恥的。不過命運怎麼可能一帆風順？5年之後，遙遠的家鄉傳來了噩耗，他那個曾經富甲一方的山本家族徹底的落寞了。他的父親在家族衰敗後選擇了自殺，母親也早就離開了人世。梁寬雖然已經入了佛門，本該是四大皆空看淡生死，但他畢竟也是個內心充滿悲憫的血肉之軀。他反覆的思考，如果當初不執意要出家為僧，如果能擔起作為家族長子的責任，那悲劇是不是就不會發生？這對於梁寬來說更像是一場對靈魂的拷問。他開始不停地自我懷疑，在這條追求信仰的路上，他付出了常人難以想象的艱辛，感受到了世間疾苦，可換來的卻是家族的落寞和父母雙亡。在他留下的一首和歌裡也寫道：為什麼我當初要離開家去當和尚呢？我反反复复地思考這個問題，一直想到我的心被染得像我身上的黑色僧衣一樣深重。在經歷了這場悲劇之後，已經快40歲的梁寬也結束了漂泊的日子，回到了故鄉。作為一名得到了師父認可的禪僧，其實他完全可以去當地的任何一間寺廟裡謀求個一官半職，但是他卻選擇了在國上山定居。他在國上山的一個能看到自己家鄉的山坡上找了個茅草屋住了下來，這一住就是20幾年。而這段日子呢，也是梁寬和尚最被人熟知，留下故事最多的一段時光。他每天的生活都非常簡單，他會在附近的山林裡砍柴，也會拿着破舊的缽盂走到山下的村子裡化緣。還有寫詩也是他的樂趣之一。他的詩呢，其實更像是日記一樣，記錄自己每一天的心情，記錄自己的身體狀況，還記錄着自己的孤獨。除了寫詩，他的字寫得也非常好，就是當時很多有錢的貴族和商人都想用重金買他的字，但是他卻很有原則，不管出多少錢，只要他不願意，就一個字也不會寫。但如果是窮人或者是曾經幫助過他的人向他開口，他都是有求必應。對他來說，寫字也並不是為了賺錢，只是表達感恩的一種方式而已。國上山的自然風光也非常迷人，春天的時候他會為了多看2眼櫻花而停下腳步，平時也喜歡看着小鳥們飛來飛去，聽着它們的叫聲，天氣好的時候也會鑽進樹林裡看野花。但是他最喜歡的還是青蛙的叫聲，他還為此寫過一首詩，大概意思是黃昏的時候在簡陋的茅草屋裡聽着青蛙的叫聲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情。但是這看起來充滿了詩意的隱居生活，卻面臨着非常殘酷的生存挑戰。越後國的冬天既寒冷又漫長，大雪經常會把整座山都封死。到了夜裡，梁寬在這個四面漏風的茅草屋裡遭受了難以想象的折磨。在詩裡也真實地記錄了這種痛苦。他說自己躺在床上，冷得幾乎要把雙腿伸進火堆裡取暖，這種刺骨的寒冷甚至能直接鑽進肚子裡。所以在那些特別冷的晚上，他就整宿地坐在火堆旁，不停地往火堆裡添柴火。但是比起寒冷，更加折磨人的是孤獨。冬天大雪封山的時候，深山裡連個人影都看不見，也根本就不會有人來拜訪他。他在一首詩裡寫着：當你忙的時候，你托人傳話說你不能來，可是當你不忙的時候，你卻連一句話都不送給我。不過就在這些孤獨的日子裡，梁寬卻找到了他生命中最大的快樂，就是跟孩子們一起玩各種遊戲。面對孩子們，他沒有一點高僧的架子，反而把自己變成了一個老頑童。他們玩的最多的遊戲是一種叫做手鞠球的玩具，玩法就是一邊拍打一邊數數，然後比誰拍得更久。梁寬也是樂在其中，甚至把這種快樂寫進了自己的短歌裡。有一個名叫謝梁榮仲的當地人，他的父親是梁寬的朋友，所以他在小時候就有幸經常和梁寬一起玩。在他自己的回憶錄裡記錄着，孩子們發明了一種特別的遊戲來捉弄梁寬，他們讓梁
梁寬向後彎腰，每彎一次，孩子們就說出一個金錢的單位，梁寬就只能不斷的後仰，最後失去平衡倒在地上。這滑稽的模樣就會逗得孩子們哈哈大笑，而這個後仰的動作也是有来歷的。據說是有一次梁寬在看一個拍賣會，拍賣員喊出的價格聲音太大了，梁寬就被嚇了一跳，整個身體都向後彎了下去。當地的孩子們看到了，就把這個動作變成了一個遊戲。在日本民間還流傳着一個特別著名的故事，說的是有一次梁寬和村裡的孩子們玩捉迷藏，他就找了一個干草堆躲了進去，結果孩子們怎麼也找不到他。眼看着太陽落山，孩子們就各自回家了，而梁寬就躲在草堆裡等了一整夜。到了第二天早上，有個人來拿乾草準備生火，就發現梁寬居然躲在草堆裡，也是嚇了一跳。可是梁寬卻讓他千萬別出聲，不然就被孩子們發現了。還有故事說的是，有一天夜裡，一個小偷溜進了梁寬的茅草屋，这小偷摸着黑翻了半天，發現除了一口吃飯的鐵鍋，什麼值錢的東西也沒有。而躺在床上的梁寬其實早就醒了，他看這小偷一無所獲的樣子，竟然有些過意不去，他就繼續裝睡，刻意的翻了個身，然後把被子踢到了地上。這小偷看到被子，想着也不能白來一趟吧，就抱着被子跑了。小偷走遠後，梁寬坐在床上看着窗外的明月，他不僅沒有生氣，反而是遺憾地嘆了口氣，說小偷把一切都偷走了，可惜的是他帶不走窗外的月亮。这些故事听起來可能會覺得他是一個無憂無慮、沒有煩惱的老頑童，但其實梁寬是一個性格非常複雜多面的人。他能在孩子們面前無拘無束，是因為他能在孩子們身上看到純真，也是最接近佛性的狀態。他知道什麼時候該投入這種幼稚的遊戲，什麼時候又該保持沉默和克制。有一個非常經典的事情可以看出來他的處世之道，那就是關於他侄子的故事。在當年梁寬離家出走後，他的弟弟由之承擔起了接管家族的重任，而他的弟弟有一個兒子叫馬之助，也就是梁寬的侄子。所以梁寬的這個侄子馬之助注定是要成為山本家族下一任領導人的。可是面對已經衰敗的家族，這個年輕的侄子根本就不在乎，他開始自暴自棄，整天就沉迷在享樂之中。馬之助的母親看到自甘墮落、油鹽不進的兒子，就想到了在山上當和尚的梁寬，他就求着梁寬指出馬之助的錯誤，勸他振作起來。梁寬也應了下來。在當時的社會，長輩說教晚輩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梁寬回到老宅，看到墮落的馬之助後，整整3天裡是一言不發，他沒有去訓斥侄子，也沒有講什麼大道理。到了第3天，梁寬也準備離開回到山上了，就把馬之助叫了過來。他的母親心裡也是着急，就偷偷地躲在屏風的後面，想聽聽梁寬到底會對自己的兒子說出什麼大道理。可是梁寬卻只是讓馬之助幫忙繫一下他草鞋的帶子，馬之助就低着頭漫不經心地給梁寬繫鞋帶。就在這時候，馬之助就感覺到有什麼冰冷的東西逼在了自己的脖子上。他一抬頭就看到了平日裡那個笑眯眯的伯父正流着眼淚看着他。就在這個瞬間，馬之助就像大夢初醒一樣，那些失去的責任感瞬間就恢復了。而梁寬依然是什麼都沒有說，他就轉過身默默地離開了這個家。他沒有用語言說教，也沒有指出是非對錯，這種最真實的感情反而比任何長篇大論更要震撼人心。在後來他70多歲的時候寫過這樣一段話，他說，我回顧自己這70多年的歲月，我已經厭倦了去判定什麼是對的，什麼又是錯的。在今晚的這場大雪中，所有的道路都已經變得空無一人，我只是靜靜地看着一根香在慢慢地燃燒殆盡。所以在他的世界裡，對立早就失去了意義，真正真實的只是那條無人行走的雪中小路，是那根正在燃燒的香，也是對正在經歷苦難的人的同情。而梁寬的內心裡一直都有着菩薩一般的慈悲，可是他自己也是一個一無所有的窮人，他又能拿什麼去拯救別人呢？所以在他的另一首短歌裡也寫着，如果我身上這件僧衣的袖子能夠再寬大一些就好了，那樣我就能用它把這個世界上所有在經歷苦難的人都庇護在我的袖子下面。他寫出了自己的慈悲之心，但也寫出了面對蒼生苦難的無力感。住在山林的這段日子裡，
他把溫暖的眼淚留給了迷失自我的親人，把歡樂的時光留給了村裡的孩子們，也把優美的詩歌和書法留給了需要幫助的窮人。可是歲月不饒人，隨着年紀越來越大，疾病也開始吞噬他的身體，他就患上了嚴重的腹瀉。他再也不是那個可以跟孩子們玩遊戲的健壯僧人了，也发現已經無法獨自在山上生活，甚至連最基本的砍柴和生火都變得力不從心，所以他不得不做出改变。在国上山的山林裡住了20多年之後，他在一名叫木村园右卫门的富商的幫助下，終於離開了簡陋的茅草屋，搬到南邊不遠處的一個名叫島崎的村子。這個富商作為梁寬的摯友，也非常慷慨地邀請梁寬住進自己的家裡，但是最終梁寬選擇在一間獨立的小房子裡安頓下來。雖然這生活條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梁寬的心裡呢卻很失落，他依然懷念國上山的生活。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人生正在走向盡頭，但是命運似乎並不忍心讓這位一生悲憫的和尚在孤獨中死去。就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給他安排了一場不可思議的相遇。這是一名叫真心的尼姑，比梁寬整整小了将近40歲，而此時的梁寬的身體已經非常的虛弱，病情呢也正在惡化。虽然他們2個人的年齡差距很大，社會地位也完全不同，但是從他們見面的那一刻開始，俩人竟然建立了一種超越了世俗偏見的深厚感情。他們就像知己一樣，頻繁地交換詩歌和書信。而這個年輕的尼姑呢，不僅成為了他的精神伴侶，在生活上也給了他很大的關懷。在得知梁寬以前很喜歡跟孩子們玩遊戲的事情之後，真心親手做了個手鞠球送給他，還寫了一首短歌，大概的意思就是願你像從前一樣在玩耍中找到快樂。還有一次，真心在信裡跟梁寬抱怨說，我實在是太忙了，我被死死地困在茅草屋裡，外面長滿了厚厚的爬山虎，我的身體根本無法按照我內心的渴望去自由地移動。梁寬也回信安慰道，在這個世界上總是有人毫不猶豫地犧牲自己去拯救這個苦難的世界，至於我呢，我就喜歡在我的破屋子裡虛度光陰。這意思看着是在否定自我，其實是在用一種溫柔的方式鼓勵真心要多出去走走。不過這些話的背後可能也藏着一個小心思，他希望真心出去走走，也是盼着能來看看他。虽說梁寬苦修一生，但是面對真心，他卻毫不掩飾自己內心的情感，甚至在一首詩裡非常直白地讚美真心。他說，全天下的黃金和珠寶加在一起，都比不上你在早春時節寄來的這封信。我每天都期盼着能見到你，現在我已經見到了你，這世上還有什麼值得我去奢求的呢？然而精神上的愉悅並不能阻擋肉體的衰弱。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個月裡，腹瀉越來越嚴重，疾病給他帶來了難以忍受的痛苦。而根據後人的推測，這並不是普通的腸胃疾病，很有可能是結腸癌的晚期症狀。他在一首短歌裡是這樣描述疾病帶来的痛苦的，我渴望這個漫長的黑夜趕緊結束，我希望白天能夠快些到來，因為只要天一亮，那個女人就會來照顧我。可是在她來之前，因為胃裡刀絞一般的劇痛，我只能在床上翻來覆去的忍受痛苦，好像熬不過這個黑夜了。1831年的冬天，他的呼吸越来越微弱，他知道自己這次真的要離開了，然後就寫下了最後的一首詩。後來的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在諾貝爾文学獎的領獎台上還專門朗讀了這首詩。留下什麼好呢？春是櫻花，夏是杜鵑，秋是楓葉。在梁寬生命的最後時刻，真心也一直守在他的床頭。根據當時禪宗的規矩，真正的修行者圓寂的時候不能是躺着的，這是對一生修行的否定，所以必須保持打坐的姿勢離開。可是此时的梁寬別說是坐着，甚至睜眼都非常費力，但他還是堅持着禪僧的尊嚴，讓真心撐着他坐起來。真心也是忍着悲痛把他扶起來，幫他盤起雙腿，雙手放在身前，然後從背後撐住他的身體，讓他保持着端正的坐姿。梁寬就這樣靜靜地坐着，沒有掙扎，也沒有呻吟和痛苦，他的呼吸越來越微弱，最後歸於平靜。2011年，日本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地震。就在人們陷入悲痛和絕望的時候，200多年前，梁寬留下的一段話成了很多人的精神慰藉。他說，
遇到災難的時候，就坦然地去面對災難；遇到死亡的時候，就從容地去迎接死亡。這才是面對災難最好的辦法。